为什么说宋朝是一个神奇的朝代？一方面，它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异常发达，在当时的世界独领风骚；另一方面，它拥有100万大军，却依然被周边的邻居晋国、西夏和辽国所不断欺负。靖康之始，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宋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葩的状况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走进北宋王朝，追寻它的历史踪迹，来一探究竟。北宋王朝总共延续了167年，历经了9位皇帝。唐朝终结之后，华夏大地步入了5代十国。这段纷繁动乱的时代，在这段历史的末期，后周崛起，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君主柴荣。在他的麾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赵匡胤。此时他追随柴荣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也逐渐在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庞大势力。公元959年，柴荣在征战途中病逝。此时，柴荣年仅7岁的幼子柴宗训登基即位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，史称陈桥兵变。他取代柴宗训，黄袍加身，登基称帝，建立了宋朝，并迁都开封。他就是宋太祖。赵匡胤登上皇位后，立志统一天下，结束5代十国的分裂局面。他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，先后铲除了南唐、南汉、后蜀等割据政权，并试图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云16州。然而功败垂成。他采取杯酒释兵权的策略，成功剥夺了武将的兵权，把军权与财政大权牢牢握在朝廷手中，从而有效防止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乱象的重演。然而，这也导致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倾向，使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滑。公元976年，宋太祖赵匡胤在宫中离奇驾崩，享年50岁。同年，其弟赵光义继位，他就是宋太宗。继位后，他继续统一全国的战争，终于结束了5代十国的分裂局面。然而，当宋军试图收复辽国占领的地区时，却遭遇了重大挫折。在与辽国展开的高梁河之战中，宋军全线溃败，宋太宗也身中2箭，侥幸逃回。在此后的20多年间，宋辽两国战事不断。公元980年，宋太宗趁辽国军队调整之机，发起了对辽国的雍西北伐。宋朝出动了20万大军，兵分3路进攻，但不幸的是，宋军全险，遭遇挫败。宋太宗不得不下令撤退。在撤退过程中，宋朝名将杨业英勇断后，孤军奋战，最终不幸被辽军俘虏并绝食身亡。后世耳熟能详的杨家将传奇，讲的就是杨业及其家族的抗辽事迹。雍西北伐后，宋朝在宋辽对峙博弈中处于下风。公元990年，宋太宗赵光义驾崩，享年59岁。赵光义离世后，其子赵恒继承了皇位，他就是宋真宗。即位初期，他勤勉治国，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，使得宋朝的经济迅速繁荣，国力达到了鼎盛。这个时期被称为咸平之治。但在雍西北伐失败后，辽国频繁对宋发动战争，双方虽然未能完全击败对方，但宋军在态势上多处于被动地位。最终，双方在澶州进行谈判，达成了著名的澶渊之盟。以白河为界，宋朝每年向辽支付大量钱财物品，双方成为兄弟之国。这个盟约使得宋辽两国在接下来的10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。公元1008年，宋真宗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大典，以表明他的皇帝地位，得到了天命的认可。他成为继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光武帝、唐高宗、唐玄宗之后，最后一个泰山封山的帝王。通过泰山封山大典，宋真宗一次彰显他治下宋朝的繁荣和稳定。公元1722年，宋真宗驾崩，享年55岁。宋真宗离世后，其子赵祯即位，他就是宋仁宗。由于继位时年龄较小，由刘太后垂帘听政。公元17033年，刘太后去世，宋仁宗开始亲政。他励精图治，他以宽厚仁慈、
核对人才的知人善任而著称。在他的治下，北宋的科技文化得以蓬勃发展，国力不断提升。公元1138年，李元昊称帝，建立西夏。随后，西夏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，严重威胁宋朝的边境安全。公元1040年之后，西夏和宋朝之间战事不断，重文轻武的宋朝在此期间败多胜少，最终双方签订了庆历和议，宋朝向西夏支付战争赔款。此时的宋朝土地兼并之风严重，社会矛盾尖锐。宋仁宗启用了范仲淹等贤臣推行新政，史称庆历革新。新政初期成效显著，然而因触动了守旧势力，终遭废弃。公元17063年，宋仁宗驾崩，享年54岁。宋仁宗离世后，其养子赵述继位，他就是宋英宗。宋英宗崇儒重道，大儒欧阳修、苏轼、司马光等皆得以重用。宋英宗更令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资后时。公元1167年，宋英宗驾崩，享年36岁。宋英宗离世后，其子赵顼继位，他就是宋神宗。面对官僚机构的冗杂和对辽国支付财物的沉重负担，他怀揣着变革图强之志。公元1069年，宋神宗启动了一场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运动。然而，新法推行过程中遭遇旧势力的强大阻力，王安石2度辞去相位，变法终告失败。公元17081年，西夏政权内讧，宋神宗决心借此机会一举消灭西夏。他亲自率领大军，兵分5路，对西夏发动进攻。然而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玩笑，这场战争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，这给宋神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公元17085年，忧郁不得志的宋神宗驾崩，享年38岁。随后其子赵煦即位，他就是宋哲宗。即位初期，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。高太后摄政期间，废除了新法，并提拔了保守派的司马光为宰相。公元17093年，高太后离世，宋哲宗开始亲政。他重新启用新法，试图恢复国家的活力。他不再对西夏采取宽容政策，而是发动了2次对西夏的征讨，最终大败西夏军队，成功迫使西夏臣服于宋朝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是捉弄这位年轻的皇帝。在此期间，宋哲宗的子女们连续夭折，历经丧子之痛的他心情忧郁。公元1100年，宋哲宗驾崩，享年23岁。宋哲宗离世后，其弟赵继继位，他就是宋徽宗。宋徽宗的继位为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他生活奢华，他将朝政大权交给了蔡京等奸臣，致使国政荒废，百姓生活艰难，社会动荡不安。此时，山东梁山泊的宋江率领义军揭竿而起，方腊也在东南一带发动起义，反抗宋朝的统治。最终起义被宋朝军队平定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金国逐渐崛起。公元17115年，完颜阿骨打称帝，建立了强大的金国。他野心勃勃，不断对外扩张。公元17125年，金军大举南下，攻破了辽国的都城，俘虏了辽国皇帝，辽国就此覆灭。随后，金军又将兵锋指向北宋，他们挥师南下，势如破竹，迅速占领了幽云各州，直逼汴京。面对金军的强大攻势，宋徽宗惊慌失措，他无法阻止有效的抵抗，只能选择逃避。他将帝位匆匆传给儿子赵焕后，便带着一众朝臣逃离了汴京。然而，赵焕组织的抵抗也未能扭转败局。京军4路大军攻破汴京，俘虏了赵桓和赵佶。这一事件被称为靖康之变。靖康之变不仅让北宋众多的皇家奇珍异宝被掠夺一空，更让北宋的皇帝、大量的后宫嫔妃以及宗室百官沦为俘虏。至此，经历了167年的兴衰荣辱，9位帝王执掌的北宋王朝由此彻底覆灭。